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阿平在鋤地的时候，一个贼头鼠腦的人竟然跑到屋里去偷孩子。此时的阿平竟然絲毫都没有注意到，仔細一看，這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他那愛喝馬尿的前夫。那麼阿平能及時發現前夫的惡劣行為嗎？又能及時阻止他抱走孩子嗎？天剛蒙蒙亮，阿平和孩子就早早的起床了。今天一大早，阿平乾媽就來了。老人自己在家無聊，想來看看可愛的小寶寶。來了之後也不閒着，便幫阿平開始做家務，拿着雞食去餵餵小雞。小雞這段時間長得不錯，個頭又大了很多。阿平只盼着小雞趕緊長大，到時候下的鮮雞蛋就能給乖寶吃了。昨天晚上乖寶就一直哭鬧，阿平也是一晚上都沒睡好。乾媽來了之後也能讓阿平好好休息一下。接着乾媽開始打掃房間裡的衛生，見乾媽來了，阿平就想洗個澡。老人也不廢話，立刻開始燒水，還特意加入了中藥葉子。狗子見了老人也不再陌生，興奮地圍在他身邊，像是久別重逢的親人。回想起阿平臨產的那幾天，這位老人幾乎寸步不離，一直守在他的身邊，生怕他有個閃失。如今老人幾乎每天都會來看望母子倆，甚至表現得比親人還親。此時乾奶奶從角落裡抽出一張舊塑料布，小心地蓋在臨時搭建的浴室門口。屋內的阿平終於哄睡了寶寶，乾奶奶也在一旁幫忙輕輕抱着。小家伙已經養成了抱着才安息的習慣。趁着這難得的空檔，阿平走出門外，他掀開那層塑料布，邁進了那間簡易浴室，開始了產後的第二次洗澡。有乾奶奶在身邊，阿平終於稍微鬆了一口氣。若是獨自一人，別說洗澡了，連好好吃一頓飯都得看寶寶的臉色。乾奶奶低頭看看熟睡的寶寶，笑着說：“這孩子至少有8斤了。”洗完澡後，阿平冒着冷風回了屋。即使寒氣逼人，他身上也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衣服。幸好他早前靠賣山貨攢了點錢，換來了一頂保暖帽子。乾奶奶叮囑他，產婦最怕受涼，尤其是頭部，一旦落下病根以後就麻煩了。阿平剛躺下休息，乾奶奶便又轉身去後院餵小狗。小旺倒是很通人性，甚至還搖着尾巴湊上去打招呼，看起來他們早已熟絡。回到屋裡後，阿平打算讓乾奶奶去買幾瓶奶粉。阿平說孩子實在是太能吃了，這幾天家裡已經沒奶粉了，讓幹什麼就幹什麼。乾奶奶毫不猶豫就同意了。阿平掏出早前辛苦攢下的錢，乾奶奶接過錢後轉身就匆匆趕往鎮上的集市。寶寶再次入睡，阿平走到院子裡放鬆片刻。他望着池塘裡歡快游動的小魚，還有菜園裡的青苗和花壇中的花朵，心中泛起一絲希望。他相信未來的日子一定會越過越好。突然屋裡傳來寶寶的哭聲，阿平連忙奔回去，一邊輕拍一邊安撫。而這時乾奶奶也氣喘吁吁地回來了，手裡還提着一大桶奶粉，還是挑了上次那個放心牌子。除了奶粉，乾奶奶再次帶回來一包草藥，讓阿平產後多喝草藥調理身體。阿平感動得幾乎說不出話來。乾奶奶從未要求任何回報，純粹是出於善良才一次次地為他奔波。一番叮囑之後，乾奶奶才依依不捨地告別離開。看着老人漸行漸遠的背影，阿平心裡暖暖的。他知道有這樣一位貼心長輩在身邊，自己並不孤單。或許以後乾奶奶還會常來看看母子倆，而阿平也會在這樣的陪伴中慢慢挺過生活的難關。此時的阿平昨晚一晚上都沒睡好，也打算和孩子好好一起休息一會兒。時間很快來到了下午，阿平也要開始忙碌了。今天一整天都沒幹活了，要不是昨晚因為照看孩子沒休息好，阿平可能早就閒不住了。上期我們知道阿平已經把菜地翻好了土，這會兒他拿出了幾包珍貴的菜籽，準備開始新一輪播種。只見他撕開種子袋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認出來這到底是種什麼菜，或許是空心菜，也可能是大白菜。總之是他寄予厚望的希望種子。孩子安靜以後，阿平來到菜地，
今天阿平的計劃就是把菜園的菜種植好，把家裡該收拾的收拾好，接下來可能就要帶着孩子奔赴集市，慢慢的適應正常的生活。菜園不大，所以種植的蔬菜基本都是要自己吃。前幾天賣菜其實也是為了改善伙食，家裡其實還有很多沒用上的種子，只是一直忙得抽不出時間去種。今天阿平決定不下山了，把菜園和家裡能忙的事都處理完，才能安心腾出手去賺錢養家。對他來說，做什麼都不輕鬆，但每一步都是為了孩子，為了生活。腳上那双舊舊的小拖鞋，從懷孕開始就沒換過，一直穿到了現在。雖然對自己沒什麼要求，吃的差穿的舊都無所謂，但只要是關於孩子的，他總是精挑細選，生怕讓孩子有一丁點委屈。這樣的阿平不強求生活給他多好的待遇，卻始終在盡力把最好的留給孩子。阿平一邊撒着種子，一邊默默地想着，如果能多種些像韭菜、空心菜这種可以多次收割的菜就好了，那樣不仅省力，還能保證接下来的生活不斷糧。撒完一塊，他又換了一種菜籽，繼續耐心地播種。他彎着腰一步步地走着，把一粒粒小小的希望埋進泥土裡，同時在心裡一遍又一遍地祈禱，希望這些菜一定要爭氣，千萬別像上次那些被雨打壞的西紅柿一樣枯萎，因為這些種子是他當前生活中最值錢的資本。沒多久，整片菜園就種得差不多了。小旺那只一直陪伴着他的狗狗也跟着他走回了庇護所。阿平打開窗戶透透氣，卻沒注意到在山坡後方一個陌生又熟悉的身影悄悄地出現了。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阿平的前夫阿超。沒錯，他又來了，像往常一樣躲在山林陰影中偷偷觀察。這次他的目標很明確，就是要偷偷帶走熟睡中的孩子。屋子裡，阿平正低頭忙着打理花園，春天的花開得正旺，但雜草也長得飛快。他一邊拔草，一邊輕聲哼着歌，完全沒察覺危險正在逼近。而此刻的阿超已經悄悄摸進了屋中，小心翼翼地探頭觀察着嬰兒床，試圖掀開被子摸一下自己的兒子。小寶寶似乎察覺到了什麼不對勁，外面的阿平還在專心地幹着農活。此時的阿超感覺機會來了，然而正準備抱走孩子的時候，寶寶卻本能地覺察到了危機，哇地一聲哭了出來。這一聲喚醒了在院子裡忙碌的阿平，他立刻警覺，連忙快步趕回屋裡。而阿超聽到動靜後，慌不擇路地往後山逃去。寶寶被嚇壞了，哭個不停。阿平一邊輕拍哄着，一邊不停地在屋子裡張望，心裡隱隱約約覺得有哪裡不對勁，卻又找不到證據。他將寶寶抱到院子裡的花園，希望用花花草草安撫孩子的情緒。他指着水仙花，試圖引開寶寶的注意力。你看好漂亮的花是不是？但寶寶明顯受了驚，一直止不住啜泣。這一切只能說明阿超的突然出現對孩子造成了影響。而更可恨的是，作為父親，他從未盡一份責任，如今卻想着偷偷帶走孩子。試想，孩子如果真的被他抱走了，阿平多日的堅持與努力該如何安放？而且孩子離開母親，真的能有好日子過嗎？阿平將孩子重新放進吊床，輕輕搖晃哄睡，他的眼神裡滿是堅定。哪怕阿超真敢硬搶，他也一定會拼盡全力去保護孩子，因為对於他來說，這個孩子是他生活的全部，是他人生最後的底線。女子本弱，為母則剛，這句話此刻套在阿平身上再貼切不過。但事情真的就這樣結束了嗎？那可惡的阿超環會不會再次來臨呢？